下面要上场的，我王晶弟弟。提到王晶弟弟，一个坏消息，一个好消息啊。先说坏消息，王晶弟弟手里其实真的筹备了不少电影，档期现在排到2030年了。这是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王晶导演拍的大部分都是网大电影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养成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好习惯。有请导网大的王大导演王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晶。怎么又把我叫来了？这几年我都没怎么拍烂片了，实在我是真的没拍片。这是我第5次来这边讲脱口秀了。请我来的时候呢，就跟我说这是个节目的老朋友啊你。我以为是交情老，原来就是字面意思的老。老人长为什么找我呢？我才35岁。那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啊，我对外都说我永远35岁。我永葆青春的秘诀就是嘴硬。我真实年龄70了，在大厂都被优化2次了。说实话，我现在都很少跟同龄人玩，我觉得他们都是老登。今天在场呢，我只认得呼兰。他的脱口秀第一个秀就是靠吐槽我拍烂片那期，所以某种意义上说，呼兰应该是金男郎。悲喜交加。李成儒之前见过好多次，他好像是很需要别人叫他金爷的那种人。刚才在后台呢，听到他说我们金爷怎么样，我说哎呀，不要那么客气了，叫我金哥就好了，不用叫金爷。可是李成儒是真的有文化，还玩书法，但是说自己每次只写2个字，2个字不应该啊！网友吐槽他那么多年，他应该很熟《三字经》的呀。可是李成儒有一点我是很欣赏的，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去捧他的儿子。关于这点呢，有很多外面的闲言闲语，说他不负责任啊，这些我就不转述了。我这个人就是不爱多管闲事，所以我不想参与李成儒的家事。这点李成儒也做得非常好，他也不参与李成儒的家事。张凯丽在这点上刚好卡在中间。我听说他以前曾经为了低调都不许女儿叫他妈的，那也不难想象嘛，他让他女儿叫他妹妹嘛。可是这几年他又开始捧女儿出道了啊！我觉得年轻人的事交给他们自己吧，我们规划不来的，你先把自己规划好。听说你已经不代言那个鞋了，但是很奇怪，看到你穿黑丝，总觉得这个黑丝防滑不勒脚，蛮适合给范志毅穿的。范志毅，我看过他那个视频，哇，蛮冲击的。足球踢得好不好先不说，侬骂人老结棍的，侬看导演问我我搞，就会这2句，再多就脏话了。听说现在你也来搞电影了，哇，真的很害怕你也骂我拍烂片，别人骂无所谓，被你骂，哎呦我也死他了。不跟惹你，支持你，甚至想找你拍电影。你的球风我了解，很适合拍武打片。总是有人评价我做什么都是为了赚钱，无所谓，我有手有脚，赚钱不丢人啊。我就是爱赚钱，不然怎么样？我来这边5次，难道我爱讲脱口秀吗？我相信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
我就不随便给产品做代言，因为我觉得代言产品必须要亲自试过。这点我要向唐国强老师学习，他代言了那么久的男科医院。很多人说唐国强爱称时代少年团，说不上称嘛。唐国强当年就是时代美少年啊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美少年啊，他们只是老去了。在我眼中，唐国强现在依然很帅，法拉利老了，那也是挖掘机。倪萍也一样，曾经是个很厉害的主持人，现在老了，变成一个老厉害的主持人。91年主持春晚一炮而红，很可惜当年我没看到。我特意回去翻看他的主持，可以说是泪流满面，悲痛欲绝，食欲大增，令人好想吃饺子。真不是我嘴硬，我觉得人的岁数是可以自己定义的。我现在的状态跟35岁一样，那不就是35吗？你看我不抽烟不喝酒，也不会逛酒吧，有时间我就宅在家。我的书桌前面呢有4个屏幕，我经常同时看4部剧跟电影。我家真的比酒吧还吵。我到今天还是坚持用手写剧本。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你们去看看豆瓣评分，谁能烂得过我王晶的笔头？这些都是我35岁以来养成的好习惯，我觉得这些习惯还在，活力也就还在，所以很荣幸，今年是35岁的王晶出道50周年。娱乐圈的俊男靓女换了一波又一波，反而胖子王晶做成了老字号。娱乐圈的人多半都是跑100米的，而我是跑1万米的。到今天我看法又有些改变，我还希望跑道多一些，不管是短视频也好，短剧也好，直播也好，探店也好，时代关注什么，我都会去试一试。不要定义我只拍烂片，我也可以拍一些别的烂东西。好，我去准备新的槽点了，等你们第6次来找我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晶。你放心，王晶导演，我相信按照现在我们这个节目运转的这个，哎呀，请不到人的这种现象哈，肯定还会找您。就等什么时候下次再有嘉宾临时不来，我们马上找您。您加油努力啊！好好准备一下新的槽点，好吧？下一位要上场的小慧。大家知道小慧和很多脱口秀演员不一样，对吧？人小慧平时上班有工作，所以在脱口秀里面想看到小慧很不容易。我们就跟盼闺女一样，就希望小慧能常回家看看。让我们掌声欢迎脱口秀闺女小慧。我知道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今天确实来的都是一些老前辈啊。怎么说呢？我搞副业就是因为上班太累了，想来娱乐圈看看帅哥。今天一来，好嘛，都是老头儿。哎呀，老头儿，我在公司看的已经够多了。哎呀，这下好了，我没看到帅哥，让他们看见美女了。那节目组也是那么劝我的，说人家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，法拉利在哪里？我只看到4排老头了。哎，张老师，这里不包括你啊，你有点像那个超市门口那种摇摇车，又吵又花里胡哨的。
今天这个局啊，刚才也听到了，给我安了一个 title， 什么脱口秀闺女，不太理解。人家闺女都是孝敬老人的，不是吐槽老人的。再说了，我往这儿一站也不太像闺女，我像那种很好欺负的护工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就是不管什么综艺都喜欢配几个老人？在座这几位在各大综艺你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，真奇了怪了，你们为什么要上综艺呀？你们不都有作品吗？综艺就留给我这种混子上，行不行啊，老师们？而且在座的确实都是长辈，我也不敢太冒昧，就从小辈开始吧。小呼兰啊，我最烦的脱口秀演员，因为我老板实在太爱他了，没事就拿我跟他比，让我跟他学习。我要是能学会，我能给你打工吗？我没事就找我要呼兰的签名，后来我自己给他签了几个，特意拿呼兰专场的票根给他签的。老板，我就希望你早点知道，别人有的草台班子你也有。谢谢教授。真的很奇怪，我周围那些领导啊、同事啊都很喜欢呼兰。每次他一讲完段子，打工人觉得啊被共情了啊，领导觉得哦被理解了，我觉得被冒犯了。我不理解，明明大家都在吐槽老板，怎么他把老板吐槽的那么开心啊？啊，你是怎么做到又媚上又媚下的？这书好气呀！去年我们公司不是上市了吗？然后呼兰还指导我就那个期权啊什么的，反正说的就是很专业。所以老板你别再爱他了，他买了咱们公司的股票，咱们要完蛋了。也就你。李成儒老师，我挺害怕的，他吐槽人太难听了，不是因为没礼貌而难听，是太准确而难听。那李老师刚才还建议说我也可以去表演，就感觉他在这儿吐槽的不够尽兴，让我去他的舒适区。这么一想，张老师人还是挺好的，只要跟张老师一起，到哪儿都是他先被吐槽。其实张老师人真挺好的，但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安慰你，可能老登就是你的赛道吧。开玩笑哦。我想了一下，张老师你适合跟李老师搭档，你们两个很登对呀。真是不好意思。而且李老师现在不仅爱点评演员，还开始评价电影了。前一段时间说那个哪吒2，哎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。我翻了一眼他的履历啊，18年他拍了一部电影叫《大岛归来》，票房24万。这么说吧，哪吒票房1秒18万，大岛都没有撑到2秒。后来李老师就再也没有拍过电影了，《大岛归来》，大岛又回北京了。倪萍老师，我确实很爱看他拍的那些综艺。怎么说呢？我现在看完《再见爱人》啊，是他跟蔡明老师的 CP 粉，我觉得他俩才是《再见爱人》唯一真 CP。哎，这俩老太太就跟去做家务一样啊，太会收拾人了，给那嘉宾收拾的服服帖帖的。你想，一个快嘴，一个名嘴，一个一针见血，一个及时补刀，这哪是再见爱人啊？他们录的就是受死吧爱人。下一位我也比较熟悉，凯丽。哎，这个妹妹我真是说不出口哎，我感觉也是个长辈，叫妹妹，哎呀，好有辈德感呀！好，这叫老师吧，还是叫老师吧？凯丽老师90年啊，行吧，反正就是90年拍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《渴望》，人家是女主角，很厉害，但我确实没看过，因为实在是太久远了，久远到我都搜不到1分钟带你看完《渴望》。我熟悉的，叫你 Carrie 吧，要不？我熟悉的 Carrie 演的都是一些强势的妈妈、丈母娘和婆婆，语速又快，说话又难听。那个时候我放学一回家就听到 Carrie 在骂人，难听到我爸妈有的时候不太会骂我，都会跟我说：“哎，你听听人家电视里是怎么骂的。”凯丽老师，我可以说是被你一手骂大的。结果这2年上了综艺不一样了。成一个高需求宝宝了让大家叫她妹妹，就很享受那种被照顾的感觉。那个《花儿与少年》不是要选一个团宠吗？人嘉宾最后选的就是凯丽老师，她很开心啊，说明大家都很爱我，都想照顾我。
老妹儿啊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那个综艺我看了啊，人家不是想照顾你，人家就是不想惹你，怕惹了你以后得真照顾你。接下来这一位啊，也说自己没长大，35岁的王晶导演，没问题嘛，70岁就是人生的第2个35岁。35岁的王晶导演最近老是拍一些短视频啊，爆料一些50、60年前的老八卦，实在是太老了，那个瓜老的都能刷锅了。哎，经常在旁边就是做一个不一样的美女，也是上个世纪的套路了。哎，你真的都不如旁边放一碗砂锅粥有说服力。你听我的，你就适合搞吃播，但是你别老吃那些什么生腌呀、海参呐、那个鲍鱼啊，我跟不上。我多邻國才學到蝦餃、燒賣同埋死得排骨。最後想說一下唐國強老師，都說他年輕的時候是帥哥，但我沒趕上好時候。在我的記憶裡，你從唐朝開始就是個老頭了。我今天真的很想多說您2句，因為我實在是怒其不爭啊！就我小的時候看您的作品，都是學歷史、學謀略、學格局，再不濟還能學挖掘機。現在你每天在綜藝上在幹嘛呀？賣萌、犯傻。丞相是否無有遠志？上綜藝聊以消遣。你以後不錄綜藝也能寫個出師表，前半段我已經幫你想好了。成本不一，躬耕於藍翔。創業未半而中道走紅，今綜藝遍地，流量內卷，此誠撈金存亡之秋也。然老戲骨之志不堅，流量之心難擋。唐公國強，夙夜在路，蹭時代之流量，棄帝王之威儀。投身真人秀，頻現賣萌技，鄙人今日斗膽進言，丞相，你以後也可以帶我上綜藝。都可以帶啊，各位老師，現在上哪兒不需要個護工呀？真的很羨慕他們，就是年輕的時候有作品，老了以後能吃老本，羡慕。金當遠離，臨表涕零，還是祝各位老師身體健康，謝謝大家，我是小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张老師，才会挑你。哎呀媽呀，要才女！小慧歇了幾期，學古文啊，還出師表。哎，姐，你說我今天穿哪身衣服好？這件啊，他們都在推，像去時裝週穿的，太閃了。哎，這件，他們說這件是大熱款。這件也挺潮的，我平時在工位也不這麼穿。那這件，他們說這件特別百搭。等會兒吧，姐，您上次穿的那一身衣服也說是他們推薦的，這個他們到底是誰呀？當然是天貓了。啊，一隻貓啊！別小瞧了貓，38上新季，上淘寶買新衣，優惠大，穿搭風格應有盡有。上淘寶搜主咖來了，還有機會來現場看主咖哦。最後一位要上場的倪萍，人家和脱口秀是有緣分的，大家看過那個《一路繁花》吧？是吧？現場靠着脱口秀炸場啊，吐槽節目裡面的姐妹們，哇，就是效果好的就不像是現掛的啊，感覺就當時就沒說過癮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們不吐槽姐妹了，倪萍姐，我們給你準備幾個老頭啊，讓他繼續吐槽。有請愛吐槽的倪萍。鼓掌一下。掌聲歡迎一下。刚才说话那人是张绍刚吗？7年前我就来参加过这个脱口秀节目，那时候主持人就是他。这都7年过去了，怎么还是他？他们没有别人了吗？
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我一见他我就笑喷了。哎呦，穿了一件肉色的背心儿，还是紧身的。我一看，哎呀，活脱脱的一粒大花生米。花生米呀、那个别起哄，我当时还特着急，我说弟弟，待会儿你上台就穿这个吗？他摇着他那个胖嘟嘟的小手说：“不，我还有件西装呢。”上台我一看，花生壳穿上了。后来他做了种地吧，我一点都不奇怪，人家本来就长在土里。张绍刚录完节目还特别热情，他主动加我微信。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弄，他接过手就唰唰唰几下，哎呀，听不见外的就把我加上了。后来我有段时间我妈生病了，我就马上给她发了一个消息，我说快赶紧给我联系一个上过她节目的一个大夫，我说我急等。她也很快就给我回话了，说好姐，我找。找7、8年都过去了，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想问问他，你找到了吗？一会儿录完节目我还得找他，他自己加上的微信自己拉黑，太不靠谱了。王晶导演你好，他怎么还这么胖啊？我上次来这个节目我比他还胖，网友说我像一辆坦克被推出来了，我回去就开始减肥了。可是王晶导演，你不是来5次了吗？怎么一次比一次胖啊？我怕他们认不得我了。他说他自己是过劳肥，过劳肥你就休息吧，还开节目爆料别人。哎呦，王晶导演，你要是嘴巴实在闲不住啊，那你就喝好喝的优酸乳嚼柠檬。要是一瓶堵不住你的嘴呀，刚巧还上新了红心苹果版的。果皮果肉超多，真的嚼3口就能爱上它，那可比你嚼舌头根子好多了。我跟李成儒是老朋友了，我是不是老朋友？是是不是？大声点儿。是，真的，他还邀请我去过他们北京郊区那个家吃过饭。北京郊区，对，前面的都吹。然后我一进门，好，一张这么大的金丝楠木的桌子，中间就摆了这么一碗炸酱面，旁边还有这么一小碟的什么叫淀粉肠。哎，我刚拿起筷子来，他就问怎么样，正宗吧？老北京了。哎，李成儒，不是你碰过的东西前面就可以随便加上一个老北京，你这样你不觉得累吗？哎，你穿着老北京的跨栏背心儿，叼着老北京的冰棍儿，摸着你那老北京的光头，嘴里还念叨着倪大姐，你还记得我送你那30个老北京鹅蛋吗？我不记得了，没人记得，连鹅都忘了，只有你记得。好人张凯丽，你刚才哭早了，接下来我要吐槽你了，因为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啊。其实啊，我只比凯丽大3岁，但他偏说我像他妈妈。我也没见过这么想给我当闺女的老年人。好吧，我这个当妈的就嘱咐你2句啊，孩子啊，是不是想要红包了？你看，妈给你带来了红包给你啊，下次别再这样了。退休金你要舍得花，孩子啊，再不花你的童年就过去了。谢谢妈。
我接下来要吐槽唐国强老师了。唐国强老师是我事业上的贵人，贵人也得吐槽，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特点，六亲不认。唐国强现在天天上综艺，也不知道谁给他出了那么个好主意，居然跟时代少年团捆绑营业了。其实我早就认识贺峻霖了，怎么就没绑上呢？但是唐老师，你是怎么混进时代少年团的？我知道你是不是一看7个小少年，这不就是7个葫芦娃吗？正好缺一个爷爷。那你应该把我和张凯丽都带上啊！张凯丽演葫芦娃的妹妹，我呢是主持人倪萍。节目组把我放到最后啊，就是想让我煽情，太不了解了，我现在都不煽情了。我亲爱的孩子们，看着你们今晚发自内心的大笑，我看着你们高兴的那个样子，我哭了。我知道这样的日子对你们来说太少了，我更知道你们特别不容易，好多时候你们都是硬扛着，对吗？你们要是觉得累了，走不动了，就躺下歇会儿，没事儿。古人不是早说了吗？退后一步是向前。咱们这个主咖，它不只是个节目，它更是一个你无论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，你都可以放松的加油站。无论多晚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但是最好在10点之前，我们老年人睡得早啊。我不开玩笑了，我已经是一个67岁的人了，我不会强弩着去做一个好像不老的老太太，我只想顺其自然的变老。我现在上综艺，也是为了让脑子跟上时代。我不怕年轻人走得快，我们可以跟在后面慢慢的走，偶尔急了，我们还能跳一下呢。我是倪萍，谢谢大家。我不会回去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就是对那个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就面对岁数大的人啊。哎，姐，坐。大家看到了吗？当倪萍老师表演的时候，互动达到了高潮。不光有了语言上的互动，还有另外一位演员突然上台。哇哦，这个老年场真是开辟了我们脱口秀的一种新的表演的风格。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嘉宾朋友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按照惯例，我们还是要选本场的 Talking。大家觉得谁讲的最好，就把宝贵的一票投给他啊！一共7位，现在投票。再次掌声送给所有的表演嘉宾。那么究竟本场谁会获得 Talking？ 请看大屏幕。海鲜蚝油鲜蚝鲜熬 Talking 真材实料，恭喜唐国强获得本场 Talking。请来到台中，也请我们的豪豪为 Talking 颁发奖杯。来，请豪豪为本场 Talking 唐国强老师颁发奖杯。
好，谢谢豪豪。唐老师，您是找什么呢？这是？我说哪个是正面，我不知道。哦，这个有字儿，是感言。没想到是我，所以也没想到感言。我记着我好像上过一次，是，这是第2次，是啊。谢谢大家能够给我这样一个鼓励啊！看来我还有一块阵地啊！是的，谢谢大家跟我一起战斗。谢谢。再次掌声送给唐国强老师。同时，我们也想把我们所有的嘉宾邀请到台中来。各位，以往啊，我们总是要给长辈演个节目，是吧？今天呢，既然我们凑来了这么多的长辈，他们是不是得给咱们演个节目？我们决定让他们唱一首非常符合他们这个年纪的歌，叫《小小少年》。希望所有人，不管年龄有多大，大家都不要忘了自己心里的那个小小少年。小的多好玩啊！我能把你抱起来。哎呀，可爱。各位朋友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伴随着歌声，我们迎来了告别的时刻。今夜，我们共同见证了欢笑与感动，见证了前浪与后浪的交流。让我们铭记这份相互吐槽的深情，祝每个人的生活顺利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。好，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由腾讯台播出的主咖。再次感谢在腾讯台播出的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让我们相约下周再见。谢谢倪萍老师精彩的收尾。各位想看哪些狠角色，来到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关注效果公众号和小程序许愿，还有更多精彩的演出等着大家。场上没拖完，后台更精彩，后面还有真人秀，别走开，那个更好看。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。我想跟你可以。可以。小小少年，很少烦恼，但愿永这样好。脱口秀实际上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难的课题。有请倪萍老师。我觉得一个人可能一生都在学习，你想跟上这个时代，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我今天也很高兴地看到了像小慧啊、护栏这些年轻的脱口秀演员，保持一种谦卑的心态，永远学习，永远不能自满。没有什么秘诀，逼着自己往前走，这样就不会偷懒往前走。这样逼着你必须年轻，必须有一定的速度，有一定的节奏，你还得适应。就是当一个活人，活人就是真人。我一直说，我永远要捧一颗真心对待观众，对待身边所有的人。我是这样说的，也一直是努力这样做的。我脑海中就回到了我的童年，因为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电影《英俊少年》的主题歌。
当年红面大江南北。就脑里就想着，哎呀，我带着儿子看电影，然后让儿子唱这首歌的那种美好回忆。我们父子不像外界传的那样，当然我很严厉是肯定的，我们关系很好。这样的歌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说是不怎么敢唱的。世界上最宝贵的是年龄，因为永不会再来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四合院主人。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。你们是那个鲲鹏水击3000里，我们是那个树枝上的小鸟，只剩下一只了，所以我们很珍惜。小小少年，很少烦恼。对，其实生活就是要剔除烦恼，看那个正面的、阳光的、快乐的东西，然后你就是快乐。我会这样快乐、知足的老去。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。欢迎来到优酸乳嚼柠檬带来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大哥是这样的啊，我是这个环节的嘴替，我这里有一些问题，可能是节目组想问的，也有可能是网友想问的，但绝对不是我想问的，我只是品牌自有。您准备好了没有？好。那么问题来了啊，第一个问题，请说出天通苑比四合院更强的5个点。我觉得还是楼房舒服，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邻里之间的矛盾呐。你做什么自己吃什么，用不着顾及其他的邻里。老北京那时候你要做点什么，对，你恨不得把这把东屋西屋的那份儿还都得做出来。楼房现在就等于把胡同竖起来，没错啊。第二个，你觉得你在节目里对别人的点评礼貌吗？我觉得太礼貌了。我是因为发现问题我才点评的。就像他们刚才吐槽我的，如果我憋着不说，我不告诉对方，我觉得按北京话说，有点孙子。懂了吗？有话就得说出来，直来直去。这个节目的宗旨是啥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是不是啊？您觉得我在《繁花》里的演技咋样？还真抱歉，《繁花》就那么看那宣传片看了那么几眼，还没看见你。实话实说，您怎么看自己导演的电影《大岛归来》？只有3点几分，这个评价你认可吗？不认可，因为很多片子的宣传，是很重要的。我懂你的意思。我只相信马未都看完片子以后给我回的信息，他说看似平淡无奇，实则高不可攀。他没有必要奉承我，没错，但是他看懂了。接下来还有微博网友好奇的问题。您总说演员要沉下心练基本功，别老想着上综艺，那自己现在频繁来脱口秀、真人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下基本功的时间已经过了，基本功是20岁之前呢，哪有人就说我70岁还练基本功？你踢足球也是吧？就是啊，你现在叫我练基本功，我咋练呢？这不胡说八道吗？是我教你怎么练基本功的问题。大哥，问题没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对陈楼大哥的这个采访结束。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豪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，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春季换新不用愁，天猫新货啥都有。感谢承包你春季购物车的
天猫赞助播出。这么全面，这么营养，飞鹤专为宝宝着想。感谢重磅升级、营养更全面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。去哈佛很难吗 ？I don't know。所以我告诉麻省理工教授，我想打篮球。林书豪就曾经公开表示过，英雄联盟不好玩。那我觉得篮球也一般。大街上连网吧都没有几个的城市，走出了一个电竞世界冠军。我目前比任何时候都要好，我依然是 LPL 的水准。你来我这，我那奖杯多呀。涂一星上去那个表情，3分讥笑，4分凉薄。你们可以质疑我的一切 title， 但是你们无法质疑我的黄金左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上桌吧主咖。老师们今天录完感觉怎么样？这次呢是欢乐的把它说完。你来就知道了，没人夸你的。你别夸我们在台上说叫吐槽啊，其实底色还是挺温暖的啊。叫人李成儒直接说老秃子，那倒没事。你要早告诉我。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爷们儿本身就是一种智慧。我要跟呼兰一块儿上脱口秀。李老师要开个专场，呼兰去开场。对呀，你就把姥姥招来抽你。快到春节了，每个人写一句吉利话。祝大家马年马上全马齐，马上啥都有。我觉得凯丽姐要写个绝句。我祝大家春风得意马蹄齐。应该有掌声。好嘞，新的一年我们都健康顺利。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蚝煎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春季换新不用愁，天猫新货啥都有。感谢承包你春季购物车的天猫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重磅升级、久维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打开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，点击底部节目活动图标参与互动 ，call out 喜欢的演员上台咔咔。每周六中午12点来腾讯视频看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爆笑满满。周日惊喜加更上桌吧主咖，更多幕后内容打包享。每周一陪看加更，主咖陪你看，超多内容享不停。周间不定期幕后花絮，惊喜连麦等你发现。他们在我左边吵，在我右边闹，小动画片里男生的遥控器找不到。Hey bro， 非有 my piece and love， 人们沟通的方式不用费力巧。那年教室最后一排，或许我们都站。微博进入主咖话题页，选出本期你心中的微博 Talking。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用百度网盘，美好有我全盘掌握。快来水果汤圆，吃喝玩乐聚会超好玩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合作伙伴新浪新闻、立立成传媒、讯飞输入法、知乎、鱼库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讲个段子让你笑，心里的词汇变小。我们不一样的门票比较，让热血留在了不同频道，用真诚换来理解的拥抱，用沟通打破去心里的桥。让偏见成为了我们心中的阻隔。在这和平的时刻，我们共唱这首歌。